老太太，菜合不合口味？很好，我想吃甜品。椰汁炖燕窝很好吃，尝尝。经理，帮我写2盅。好的，谢谢你啊。哎，罗先生，罗太太在这儿。我跟罗先生在办离婚手续，不过目前你还可以叫我罗太太。对不起啊，罗太太，罗先生，对不起啊。这边。我有点不太舒服。我送你回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我刚才真的担心你会支持不住，不过你处理得很好，你真的很坚强，舒远。傻丫头，离婚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明天会更好啊。来，吃东西。我决定辞职。说说原因给我听。我很累，我不想再死撑了。婚姻失败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挫折，不是失去华健，而是我的尊严。我没有想过他会有婚外情，我没有想过我居然不知道，我还傻得想把女的介绍给你呢。我不想上班，不想回来面对这些案件，我觉得人性很丑陋，我觉得世界很灰暗。我想休息一下，去别的地方重新开始。你当我是朋友，跟我说真心话，我很开心。我理解你目前心情，不错。以你的学历和能力，要找别的工作一点都不难。但是以我来说，要训练一个专业的法政人员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我很有信心，以你的能力，要训练一个专业的法政人员，绝对不是一件难事。看起来你很坚决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明白，每个人都会有低潮和挫败的时候，积极面对或者消极逃避，这样你自己抉择。但是我认为，没必要把自己赶进一条死胡同，这样只会令自己惨上加惨。作为上司也好，朋友也好，如果你真的决定离开，我不会勉强你，但是我不要你后悔。那我再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3天后再答复我 ，OK？ 喂，是的 ，Madam。搜查令批了 ，OK， 谢谢。淑媛，每个人都有不如意的时候，我也是过来人，要克服这个痛苦，积极工作就是最好的方法。工作吧。法杖来了 ，Madam。Madam， 淑媛，房里。罗律师。淑媛，什么事啊？昨晚我跟薇薇吵了架，我就开车出去兜风。我回来敲门，他又不答应，我以为他还在生气，我就在沙发睡了。今天起来再敲门，他还是不答应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就用后备钥匙开门。我看见他躺在床上没有呼吸了，我就马上报警。可是他已经……淑媛，我们不知道案子跟淑媛的前夫有关。嘴边有呕吐物，可能是服食过量药物导致。淑媛，你看，安眠药，不排除 Vivian 可能是吃了这瓶安眠药自杀的。我给他探过肛温，死亡时间应该是昨晚12点到2点钟左右。
苦心经营，只为了所爱的人献出美貌。如今一切烟消云散，再活下去也没有意思，好像是遗书啊。我们也怀疑是，麻烦你们法政部带回去化验一下。死者服食过量药物，现场的窗子全部关上，不像有人潜伏进来，没有打斗的痕迹，再加上这封遗书，像是自杀。别那么快下判断，等古医生确定他的死因，我们验证过这封遗书的真伪，再追查死者有什么寻死的动机，才能够证实他是不是自杀。Sorry， 迟到了。不要紧。Hello， 可以开始。根据死者的胃液报告，死者的胃里面除了有使他致命的大量安眠药之外，还有排毒丸、去水丸和纤维丸和鱼肝油，可是食物的残渣却很少。看来这个死者很爱漂亮，而且是非常爱漂亮。我给他解剖的时候，发现他脸部有针孔，经过法证化验，证明我推断没错。死者脸上打的是肉毒杆菌，有去皱纹和收紧肌肉的功效。还有，我在他大腿上面发现一排排很整齐的针孔，这种针孔应该是用针枪打上去，通常他们会打一种含有卵磷脂的药，据说这种药可以消脂和去成皮纹。看来这个死者对自己的外表要求还挺高，但是太过分就会出现反效果。我给他解剖的时候，发现他曾经隆过胸，胸部植入盐水袋，但是因为盐水袋出现问题，造成胸部变形。如果死者真这么注重外表，这个打击对他来说一定很大。对男人来说，应该也很厌恶这种身材走了样的人造美女。你想到什么？罗华健跟死者是同居男女朋友关系，他承认曾经和死者有过争执，而他也是第一个报案说发现死者的人。根据经验，通常这种人最可疑，我会调查他。你怀疑是谋杀？这起案子本来当自杀案处理，但是由于死者脸上有不寻常的淤痕，再加上你们初步鉴定说遗书可能是伪造的，还有其他不明朗的因素，我看这起案子要转为谋杀案处理。不早了，我们吃过午饭再谈吧。好。Sorry， 我还有别的事要做，你们吃吧，我走了。拜拜。我很了解小柔现在的心情，我看短期之内，除了工作，她都不会再想看见我了。算了，我陪你吃。小姐咖啡。谢谢。舒远，嗨，先生喝什么？咖啡。好的，谢谢。别有出什么事Vivian 的事我很难过，但是我不太明白，法医验了尸后说她曾经流产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可能是注定的。她怀孕之后，我劝过她别穿高跟鞋，可她就是不听。上个月她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孩子就这么没了。我真没想到她会自杀。那天晚上我警觉性高的话，也许可以把她救回来。你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体悦她失去孩子，我应该体谅她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我跟她在一起之后，摩擦反而多了。就说那天晚上嘛，我们为了律师行的事吵起来了，我真的很痛苦。我本来想约你出来诉诉苦的，可我又觉得自己很坏，而且我们身份也不同了。对，我们的身份真的不同了。我是你的前妻，我不适合调查这起案子，我也不想再负起这起案子。我跟你始终是朋友，出了这种事，有什么需要帮忙只管找我。谢谢。西九龙重案组，罗华健先生，我们是为了微远的死亡案子，想请你回去协助调查。我不明白警方要求我来协助调查的原因。根据我们初步调查，我们怀疑有人伪造微远自杀的假象，虽然不肯定是哪个人，但是希望你和警方坦诚合作。我们在你跟死者合伙开的律师行里找到线索，说你跟 Vivian 最近因为公事上的事情经常发生摩擦。等等，不管你们问的问题和态度，我都觉得你们好像在怀疑我似的。我们只想知道事实的真相。最近我跟他为了律师行的事是有点摩擦，但是也不算什么大问题。薇薇，物业的业权
是归遗产的继承人，不是属于物业的托管人。你现在帮助托管人卖房子，连累律师行所有股东都赔钱，你这次太不小心了。现在你怪我不小心，只有我一个不小心吗？其他股东看过都没有发现有问题。哦，难道合同是我签的，你们就赖我？好，他们只不过是同事，他们为利益为自己，我明白。可是你是我什么人呢？你是我男朋友，连你也不帮我。虽然他这次犯了错，连累每个股东都要赔100万，可是我只是这么说他，希望他下次不要再犯错了。但居然他跟我发脾气。反过来说，是你发脾气憋不住动手打他吧？根据法医给我们的报告，死者脸上有淤痕，应该是曾经被人用暴力对待。荒谬！我绝对不会这么对待女人，更何况她是我女朋友。要不要我找法医？只要法医量量你的拇指和食指的长度，再跟淤痕比对，就知道是不是你干的。只是靠拇指和食指的长度，就能证实是我吗？这一点最多只可以作为佐证，根本不能证实是我。既然我没有杀人，也没有必要隐瞒什么。不错，这个伤痕可能是我造成的。那你之前还说不会用暴力对待女朋友，你为什么打她？我没有打她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到底怎么样？难道是她用脸来撞你的手啊？其实事情很简单，你之所以为了死者要跟前妻离婚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死者的美貌，但是住在一起之后，你才发觉原来她是个人造美女。她一直靠打肉毒杆菌和美容针保持美貌，而且胸部也是假的。很不幸，现在胸部开始变形了，所以你就嫌弃她。那天晚上，为了律师行赔钱的事，你跟她吵架，你正在气头上，就用手掰开她的嘴，逼她吃了整瓶安眠药。接着你还伪造遗书，造成她自杀的假象。你左手食指就是因为这样被她咬伤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没一个男人喜欢身边的女人不停地整容。就因为这样，我才会经常跟她吵架，但是我绝对没有杀她。我弄伤她，是因为她每天吃那些排毒丸减肥药，一天要吃10几颗，到了病态的地步，所以那晚我忍不住，才会制止她。喂，哎呀，你别吃了！你干什么？这是减肥药。吃那么多药丸不好好吃饭，你已经变成病态了，再这么吃会死的。你别管我！喂，哎呀，你疯了你！我吃减肥药为了谁啊？我隆胸又为了谁啊？我只想留住你的心嘛。别人已经骂我狐狸精了，上次小产我差点没命了，我为你牺牲这么多，现在你这么对我，那我呢？我没有牺牲啊，我为了你把家人给毁了。你终于说出来了吗？你后悔了吗？你现在是不是后悔跟我在一起啊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说！疯了你！你好好想想。这么说，你手指的伤是想从Vivian的嘴里把减肥药挖出来，而不是把安眠药塞进去。对。事后，我就开车出去兜风散心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Vivian她居然……总之，我没有杀她的行为或者意图。你们相信我，我是念法律的，我跟她相处是出了问题，但是我不会拿一辈子坐牢的代价来解决这件事。更何况，她是我喜欢的女人。那你肯不肯接受 DNA 的测试？没问题。整件事，我认为自己唯一要负责任的，是不应该在她的情绪很不稳定的时候离开她。我真的很后悔。那晚他们吵完架，华健跑出去，谁知道回到家就……高 Sir， 高 Sir， 淑媛先办这个案子，所以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他。坐下，坐。谢谢。OK， 就是说这起案子有了新发现，你们也应该知道了。我们就以死者拿来写遗书那支笔上面，发现有小量安眠药的微粒。也就是说，死者应该是吃了安眠药后想自杀，他再去写这封遗书，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死者的笔迹跟平时不同了。这是因为受到药物的影响。这样也不排除这封遗书是伪冒的可能性。我在薇薇家里的垃圾桶找到这张纸巾，上面有薇薇的唾液和华健的皮屑血液。华健左手的食指又受了伤，这证明了他曾经把手指强行伸进薇薇的嘴里，再被他咬伤。
这起案子有很多可能性，感情不分对错，证据才有真假。身为一个专业的法证人员，不应该有预设立场。高 Sir， 你是不是在考我？不错，我的确在考你。我很开心你及格，只不过以你目前的身份，你仍然不方便参与这起案子。你可以用客观的态度提供资料，帮助德安。谢谢。高 Sir， 我真的很需要淑媛帮忙，因为我要去案发现场重新搜证。当然，淑媛是第一个到现场的法证人员，所以我希望她跟我一起去提供资料。好，我会替你们安排。当日房间的窗子就像现在这样，全部都是关着的，不像有人潜进来过。那天那个相架也是这么放。诶，有一个掉下来了吗？嘴边有呕吐物，可能是服食过量药物导致。Vivian 的记事簿：7日减肥餐，苹果减肥餐，食肉减肥餐。每天都吃减肥餐，难怪死者这么瘦了。还有不同的日期有不同的预约，美容、护肤、抽脂、SPA、打肉毒杆菌、上唇加矽胶。这个 Vivian 为了美下了不少功夫。上面画花了。从14号之后，所有预约都画花了。难道有人故意画花的？德安，后面有张纸。医生证明书，14号写的。医生说 Vivian 胸部盐水袋出了问题，要开刀取出来。我明白为什么这页之后的预约全都画花了。Vivian 在15号死的，14号她见过医生，医生说要把盐水袋取出来，也就是说这件事对她有很大的打击。你疯了！你好好想想。那晚 Vivian 跟华健吵完架之后，情绪更加激动，于是就把14号之后所有的预约都画花了，一来发泄，二来代表她对将来没有希望。你们过来看看。为什么这么多蚂蚁啊？那天没有啊。水管上面这么多鞋印，一直通到楼上的单位。楼上的窗子是开着的，难道跟薇薇的死有关？请问，你们是不是这个单位的主人呢？是啊，什么事啊？我们是西九龙重案组的。你楼下的单位发生了一起命案。命案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15号的凌晨。15号，我们刚从欧洲旅行回来，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我们在楼下单位的外墙发现水管上面有脚印，一直通到你们家里，而且屋里的窗子是开着的。我记得关好窗子才去旅行的。哎呀，难道真的有小偷？哎呀，真的有小偷来过！哎呀，我的钱和古董表啊！哎呀，惨了，我的首饰呢？难怪水管有那么多蚂蚁了，一定是小偷走的时候踩到了蜂蜜，再爬水管。你看，多少蜂蜜的鞋印。可是发现 Vivian 尸体的时候，蜂蜜还没有惹蚂蚁回来，所以你第一次到案发现场看不到有蚂蚁。可是今天被你发现了，淑媛，你已经好厉害。可是时钟停留在1点半，Vivian 的死亡时间就是晚上12点到2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找到这个小偷，可能会找到更多线索。警官，我的古董表和所有现金不见了，是不是要报警啊？我的首饰全不见了，还有名牌包包啊，其中有一个是限量版的，香港只有10个。限量版包包是有编号的。